它是美国陆军的精锐之师，它是美国精锐的轻骑兵部队，它是现代唯一一支全由美国陆军游骑兵组成的编制部队，它就是第75游骑兵团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第75游骑兵最招人眼球的地方就在于该部队的徽章，在该队徽左上角是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徽章，中央的红色闪电代表着游骑兵擅长的突击作战，右下角一枚是为了纪念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游骑兵部队的前身5307部队与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在缅甸共同作战的缅甸之星，红白蓝绿4色则代表着5307这4个数字。游骑兵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670年，当时美国出于印第安人擅长突袭战术的考虑，便在屯垦区的周围陆续组建了小型侦骑部队，以观察敌人的行动和巡防，并且进行早期的预警。时间来到第2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，出于组建一支能与英国突击队员联合作战的美军部队的考虑，美国陆军于1942年6月19号在北爱尔兰正式成立了由第1装甲师及第34步兵师部分人员所组建的第1游骑兵营，英文名为突出美国特色的 Ranger。1942年8月19号，该部队成员与英国和加拿大突击队联合参加了迪耶普战役，成为欧洲第1支与德军交战的美军部队。在此之后，第1游骑兵营为了充当盟军部队的开路先锋，继续深入北非腹地，在阿尔巴尼亚以及突尼斯执行渗透破坏等任务。该部队也因其不菲的战果，不仅获得了美国高层的高度赞扬，也得以陆续扩编至6个营的规模。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，游骑兵最为著名的战役当属诺曼底登陆。1944年诺曼底登陆当天，由第2和第5游骑兵团组成的临时游骑兵群，在美军遭遇德军猛烈攻击，一度被火力压制，无法前进时，这些受过残酷训练的游骑兵们却不惧生死，勇往直前，不仅获得了登陆奥马哈海滩第29师官兵们的一致赞赏，也让第29师指挥官赞不绝口，因此留下了该部队永远的格言：游骑兵做前锋。该部队也在2战结束后，其下辖的6个游骑兵营陆续被撤销编制。但有关游骑兵部队鲜为人知的是，该部队的队徽与中国颇有渊源。2战期间，在当时中国军队中有一支美军的麦支队，其真实身份是缅甸战区的第5307混合支队。该部队在缅甸作战期间，与孙立人将军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新38师、新30师、新20师、50师等部队一同战斗在缅甸的深山丛林中，并打败了计划从西南方进攻中国的日军第18师团，在中国战史上留下了不容遗忘的印记。1950年12月17号，第一批训练完毕的第1游骑兵空降连作为第2步兵师的下辖部队到达朝鲜。1954年，第5307混合支队被改编为第75步兵团，第75游击兵团的前身正式诞生。1969年2月1号，来自美军和越南本地的长距离侦察连被编入到第75步兵团战斗序列，成为13连的游骑兵部队后，使得撤编许久的游骑兵再次出现。随后，因为游骑兵在越战中的不俗战绩，第75步兵团被美国陆军参谋长下令改编为第75游骑兵团，美国陆军第1支常设游骑兵部队就此诞生。1974年1月31号，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雷克顿·艾布兰出于需要一支精锐快速应变部队，以应对国际多变且突发状况的考虑，下令正式组建第1游骑兵营，驻扎乔治亚州。同年10月1号，在华盛顿州的路易斯堡，第2游骑兵营正式组建。1980年4月22号，由于鹰爪行动的失败，为了统一所有特种部队的指挥体系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应运而生，第75游骑兵团也随即被划入到该单位麾下，成为该单位的一支快速应变部队。1983年10月1号，在紧急狂暴行动中，为了使美国运输机可以将支援的第82空降师以及其物资卸下，第75游骑兵团采用风险极高的低空伞跳方式，迅速占领了萨利内斯国际机场，并对困在当地的美国公民进行了救援。1984年10月3号，游骑兵部队再次扩编，团部及第3游骑兵营正式成立。1993年8月3号，在联合国介入索马里事务期间，第75游骑兵团第3营被部署到该地后，
参加了摩加迪休战斗，并且成功完成了任务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第75游骑兵团与美军各部队参加了数次大型战争，不仅成为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支援力量，还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如今的第75游骑兵团共编有士兵约2000人，隶属于美国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。它可以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迅速投入战场进行战斗，而且可以在其他特种部队到达前完成任务。该部队共下辖3个营，其中团部、团部连和第3游骑兵营驻佐治亚州班宁堡，第1游骑兵营驻佐治亚州陆军某航空基地，第2游骑兵营驻华盛顿州路易斯堡。每个营编制为580人，下辖营部、营部连和3个步兵连，其中营部连下辖参谋、医务、通讯和后勤等单位。每个步兵连下辖3个步兵排，编有150余人，与1个重武器排，编有20余人。每个步兵排下辖3个步兵班与1个机枪班，每班均配有1名医务兵。第75游骑兵团的士兵根据专业和分工不同，可以分为水陆两栖渗透、高低空伞降、爆破和狙击等。该部队官兵除了每周2天的休息时间外，在日常没有行动时就是进行各种训练，这其中包括每3年至少2次的严寒及两栖训练，每年至少1次的山地、丛林或沙漠大规模作战演习，以及平均每半年1次的城市作战演习。美国陆军游骑兵部队在性质上和骑兵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因为是轻型步兵，所以该部队没有什么重型装备。其主要枪械除了空降兵和蛙人部队配备各自所需的特殊作战装备外，均为美国陆军制式武器。比如该部队的步枪连配备有 M4 卡宾枪、M16A2 步枪、SCAR 系列步枪、M60 通用机枪、M249 般自动武器、AT4 无后坐力炮、40毫米榴弹发射器等等。而在着装上不穿 BDU 而是 ACU。第75游骑兵团在美国特种作战行动指挥部的管辖下，一般会和陆海空降部队、特种部队，比如第82空降师、海豹突击队、三角洲部队，甚至不是该指挥部下辖的海军陆战队、武力侦搜队等单位进行联合作战。以特种部队开路先锋自称的第75游骑兵团是美国对外作战的一把特战尖刀。该部队除了会执行特种作战任务外，也经常会执行一些轻装步兵的任务。总体来说，第75游骑兵团作为美国最强的轻装步兵，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，需要在18小时内快速部署至全球任意地区，以应对国际间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。该部队不仅是美国全球机动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、武力侦搜队之外，唯一可以直接投入正面作战的部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